一场看似温柔包容的毕业演讲，背后藏着多少不能说的秘密？哈佛大学中国籍学生蒋宇荣的毕业致辞引发的争议持续升温，内幕越挖越多。资深媒体人更爆出红色后代就读美国高校的惊人黑幕。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蒋宇荣演讲提倡多元包容，声称敌人也是人。但美籍 YouTuber 唢呐揭露，去年4月20号，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应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大中华学生会邀请致辞时，台裔美籍学生吴廷化和3名抵抗中共学生联盟的成员轮番起立，大声谴责中共在西藏、香港、新疆侵犯人权的劣行。吴廷化遭到哈佛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共同主席宗宏基强行拉出会场。而此时，现场一名中国女子立刻绕到演讲台后方，紧盯着宗宏基把人架走的情况，确保谢锋在演讲时不再被干扰，并指挥宗宏基再去拖走西藏女生。唢呐比对女子容貌、身形及平常衣着照片后，直指这名女子就是蒋宇荣。言行反差之大，蒋宇荣的毕业致辞被指是最伪善的演讲。蒋宇荣演讲火爆后，很快遭到中国网友起底。他的父亲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专项基金执行主任蒋志明。中国绿发会是中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公益基金。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绿发会曾公开发文称，时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周进峰推荐了长期志愿者蒋宇荣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蒋宇荣的父亲蒋志明对此表示感谢。目前，绿发会的公众号和微博账号已经删除了相关内容。网友还扒出，蒋宇荣初中就读于青岛65中，高一在青岛读书，高二转至英国威尔士卡迪夫私立高中，本科考入英国华威大学，后转学至杜克大学继续深造，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又经过推荐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国际发展方向的公共行政硕士学位。网友质疑他是权贵后代走后门进入哈佛。6月2号，蒋宇荣开通中国大陆多个社交平台账号进行回应。他表示自己从小父母离异，父亲不怎么管他，和母亲颠沛流离。初中上的是青岛一家不好的学校，高二的时候考入学术最严的英国高中，没有走后门，在华威大学读本科，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转学杜克大学。在哈佛读硕的3封推荐信，2封是自己的导师所写，1封是自己在瑞士信贷工作时小组长所写。但他的回应引来更多的质疑。有人查了青岛56中，这所学校在当地不是拔尖也是重点，怎么在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不好的学校了呢？父亲不怎么管他，母亲带着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怎么有钱去美国读本科呢？在美国读书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起码要上百万元，普通人家的孩子是读不起的。还有人说，他本科毕业工作了4年才去哈佛读硕士，今年他25岁，已在哈佛读了2年，也就是说他19岁就大学本科毕业了。蒋宇荣的演讲在美国也引发质疑。他在演讲与受访中说，如今这个互联世界的承诺正在被割裂、恐惧与冲突所蚕食。不要忘记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人，他们也是人。这些话语似乎针对川普政府近期收紧国际学生签证的政策。他在演讲中还说，他在哈佛修习国际发展课程，其设立宗旨正是基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愿景。这里与会虽然没有提及任何特定国家或政治体制，但批评人士指出，这些措辞上与中共长期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高度相似。蒋宇荣是绿发会国际部的长期志工，曾多次代表绿发会出席国际活动。每日传讯6月2号报道，根据绿发会的公告，
该组织由中共控制，并已与中共军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绿发会的创办人之一是中共军中上将吕正操，他曾担任过中共政协副主席，为中共军方与统战系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美国安全与经济委员会指出，绿发会还与中共的统战部密切合作。绿发会公告显示，第4任会长胡德平在加入绿发会前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主任，并在领导绿发会期间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其他职务。2018年，绿发会理事名册列出了统战部其他人员，该组织还派工作人员参加统战部培训营，学习中共意识形态。这场风波也让哈佛再度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川普政府最近才刚刚宣布取消哈佛招生国际学生的资格。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哈佛早就变成中共的培训基地，有第一海外党校的称号。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前副总理、经济沙皇刘鹤都曾在哈佛受训。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哈佛是一所伟大的学府，但如果他继续允许自己被那些意图摧毁美国的人所利用，我们将不得不终结他的存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日前宣布，将加快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共有关联者或在关键领域就读者。这一波政策直接点明中共的渗透与盗窃学术情报。资深媒体人石山在《早安中国》节目中表示，只查中国留学生还不能完全堵住漏洞。他披露，他在香港时有一个朋友告诉他，中共官员在酒桌上都是谈你有几个2奶、3奶、4奶、5奶，有几个子女。这些高官在美国开一个分公司，然后就以高管的形式带着子女过去了。这些人可以读很好的学校，但是以美国人的身份，而不是中国留学生的身份。毕业以后，只要有贡献，中共照样给他中国国籍，友好的工作。也有去澳大利亚、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的。这种情况是高级官员带出来的一个风气。可见中共的渗透手段远超你我想象。你觉得自由世界能堵住这些漏洞吗？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